各位好，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先总。那上次呢，我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1寸360徕卡版本都已经推出了，那 One X3 还会来吗？没想到我就被打脸了。但是说老实话呢，其实我说的也是对的，因为 One X3 真的没有来，它改名叫 X3，它把 One 给拿掉了。那我也有询问他们工程师说，就是为什么命名方面会把 One 给拿掉？那得到结论就是说，他们确实之后呢，可能都会把 One 给拿掉，因为可能现在还叫做 One 有点奇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有没有拿掉其实都没有差，我们知道它是 X2 的下一代就好了，只不过还是会不小心说出 One X3 这样子。那 One X2 呢是有非常好的销售成绩的。那这次 Insta360 X3 到底有什么进化呢？ Insta360 呢完整的统治360相机市场。这次 X3 的推出呢，我自己看起来是连商用360、一般的运动相机市场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真的太强大了。总画素7200万画素，可以360又可以当运动相机，它快要是一台全能机种了。那这台相机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仿空拍、机自拍，但是画面应该很好看，来吧，来哦，大家开心笑哦。那看完以上的实拍呢，有没有让你惊艳？如果你也是对360相机很有兴趣的玩家的话，欢迎帮影片点个喜欢，或是按个超级感谢，这对我们来说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开箱一下这台新一代的360相机。好，那大家看到呢它的封面呢就告诉你，这个萤幕超大。好，那我们大家就看它的萤幕到底多大。哇哦，各位有没有看到？哇，这个就是我们的 Insta360 X3， 基本上外观其实跟 One X2 没有到太大的差异。那装电池的方式呢，也都是一模一样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它还附了什么配件。基本上呢，就是有充电线，然后还有它的保护套这样。好，那我们来撕这个保护膜，大家看听不听得到？那我们就来看这片萤幕到底多好看。开机。各位，这萤幕超大哎，然后呢，它改成这个按键呢，这个就是录影键，按下去就会录影。然后这个呢是它的功能键，它可以切换镜头用的。
它就是有2颗实体按键在这里，然后一样呢，我们可以点进去做调控。大家有没有看到呢？这个萤幕呢超级大，超级好操控，相比之前呢，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进步。好的，那看完上面的开箱，我们现在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一台 Insight 360X3 的规格吧。那它的感光元件呢，从2.3寸提升到了1/2寸。拍照画素呢，从1800万画素提升到了7200万画素，这个提升幅度呢是非常的大。那这一片1/2寸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呢，算是非常的常见。但是在 X3 上面呢，因为它的镜头是使用1:1的方形区域，4800万画素呢会变成3600万画素哦。那像是 One RS 4K Boost 的版本，也是使用这一片感光元件哦。那它拍照解像力呢，最高可以到12K 左右，也就是它的宽是12000。所以这台相机呢，也支援了 8K 的缩时摄影功能。这么小台可以拍摄 8K 的360缩时，确实很厉害。但是你自己使用间隔拍摄的话呢，是可以做到12K 的规格哦。那录影方面的话呢，我想大家都很在意吧。它支援 5.7K 30P 25P 24P 的规格， 4K 60P 30P。没错，就账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就只有 4K 的50P 变成60P。还有子弹时间升级到了 4K 120P， 但是后面的评测就会有感咯，因为换上了新感光，所以画质有明显提升。那它也支援了跟 One RS 一样的 Active HDR， 可以录制 5.7K 30P 的 HDR 影片，这一点还蛮重要的，因为有了 30P， 不像上一代呢是只有 25P， 所以对我来说呢，我是 30P 的工作流，等于是说我随时都可以使用它的 HDR 录影功能哦。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拍照画质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呢。拍照的情况下，7200万画素跟1800万画素的差异呢是很大的，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超级重要。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录影画质，录影画质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拿出了 X3 One RS 的1寸版本，还有 One RS 的360版本，基本上最后一个呢就可以等同是 One X2， 因为我的 X2 刮伤了，所以我想说不要拿出来拍比较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录影的 5.7K 的画质相对于上一代呢。是有明显提升的，代表感光元件加大，镜头可能也更好。但是 X3 呢，却可以保有小体积跟小镜头，确实还是很厉害。但是真的论画质的话呢，还是1寸版本的 6K 画质是更好一点的，没错。那 4K 部分呢，这次有提升到 60P， 所以我也想看一下它这次 4K 的表现如何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画质上好像跟上一代的 4K 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反倒是1寸版本的 4K 却异常的优异。但是1寸版本的 4K 却又只有 30P， 可是如果你要录制 30P 的话呢，你一定选择 6K 的，所以这个1寸版本的 4K 我觉得意义没有到非常的大。重点呢还是 X3 呢，它有了 60P 的功能，但是画质没有什么太大进步，我觉得有一点小可惜哦。那再来呢就是 Active HDR 的部分哦，因为这次呢来到了 5.7K 30P， 那因为呢1寸版本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不纳入咯。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HDR 录影呢提升还蛮多的，亮部压制的更好，暗部细节也更多。另外可以看到呢，画质上的接缝处的色散也几乎是消失殆尽喽。那我们现在看到实拍呢，都是直接使用 Active HDR 所拍摄的，效果很好，没有极大晃动的情况下呢，根本不会发现我们是使用 HDR 录影哦，让我们平常呢可以更放心的使用，可以简单的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动态范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另外呢，还有个新功能叫做密模式，也就是利用360的特性，你只要拿着自拍杆就可以轻松拍摄，好像别人在拍摄你的影片，而且呢会把自拍杆给隐藏起来哦。那画面呢就直接是平面的，不是360。那这模式的优点呢，就是我们不用在后置取景，但是又可以达到这种第三人称的视角。所以如果你临时想要这种别人帮你拍的感觉，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咯。我个人觉得好像非常适合一些抖音的玩家。那这次缩时摄影的功能呢，可以达到 8K， 但是这次我在拍摄银河的时候呢，是使用间隔拍摄的，所以它的画质呢是可以达到 12K 的。那我最后呢是使用 ISO 1600快门60秒的规格来拍摄银河。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成果哦，其实看了真的十分的舒爽。你要拍摄全景银河7200万画素，只需要一台这么小的相机就可以达到，真的非常厉害。那同时间呢，我也使用1寸版本来拍摄，来看一下两者的差异有多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1寸版本的差异真的蛮大的，它比 X3 呢强非常多，整体画质呢更好，热噪点更少。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夜间拍摄的话，喜欢天体拍摄的话，还是捏一下上1寸版本的360呢，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热噪真的是差太多了。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 X3 的单镜头部分，因为我觉得这算是 X3 的重点之一哦，因为它的单镜头画素已经够高了。所以它的 Steadicam 模式呢就有了巨大的提升，拍照最高呢是3600万画素，录影最高呢可以达到 4K 30p、3.6K 60p、2.7K 60p 的规格，而且重点是比例可以任由你选择，你要录制16:9、9:16或是1:1都可以哦，你只要拿着就可以调整比例，跟 GoTo 呢是一样的概念。都是透过180度镜头去做校正回来的。那最厉害的呢是你可以选择 FOV Plus。它录制的档案呢，可以透过 Insta360 Studio 或是手机 APP， 在后期选择比例，而且还可以开启水平校正模式。这个模式呢，就跟地平线水平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不管怎么转，都是地平线水平的哦。虽然呢只到 2.7K 60p， 但是如果你是 1080p 的用户的话，其实还是完全够用的。那这时候我心中不禁有个疑问，就是这台相机到底能不能取代一般的运动相机哦？那我们就来跟它的朋友 One RS 4K 版本来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呢，同样是 4K 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两者的视角接近的话，画质呢确实是输 One RS 非常多的。但是因为 X3 的镜头更广，可以选择的视角更多，有 Action、Ultra、FOV、Linear， 可玩性呢还是非常高的。尤其这个超广视角，拍摄起来的感觉呢是非常的爽。那如果你看到现在已经心动的话呢，赶快点击下方 Enzo 的优惠链接，抢先购买哦。X3 呢在各方面都有升级，我知道唯独就是360的录影画素没有提到 8K， 有一点可惜。我觉得这一点呢是 Insta360还藏着一手，不然它的专业机种怎么卖？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呢 5.7K 的画质又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严格说起来呢，这台相机的画质还是有明显的进化。那其余部分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的 Active HDR， 有了 30p， 表现良好，我可以放心开咯。不像上一代呢只有 25p， 确实有点尴尬。那其实单镜头反倒是我更惊艳的点哦，因为它画素提升呢，可以让这台相机当成一般的 4K 的单镜头运动相机，有了超广角，加上好的防手震，我可以说 X3 呢确实可以一机当两机用，完全是一台兼职360还有一般运动相机咯。那有些人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想说我要买360的话呢，到底要买1寸版本还是 X3 的版本？我个人觉得这个时间点真的有点尴尬。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追求画质，尤其是夜间画质的话，1寸徕卡版绝对是顶尖的。尤其是你在拍摄星空缩时的话呢，1寸徕卡版的画质体验呢，真的是非常的优异。那一般的 6K 录影呢，1寸版本也比较好，当然就也好一些，也没有到好非常多。这件事情呢，有点像说你买一颗5万的定焦镜跟2万的定焦镜，说老实话，画质上有没有差异？有，但是差异又没有到那么的大。论一般工作使用或者是日常使用的话呢，其实好像根本没有差别。所以这就是一个追求极致画质的部分。如果你是追求夜间纯净度，想要一个超级好的360画质，那一定是1寸版。那如果你想要泛用性好一点，你想要有一点比较激烈的动态捕捉，加上防水性能，加上单镜头的功能的话，那还是 X3 比较好。而且 X3 的拍照画素还到了7200万画素，我只能说 Insta360 这一手真的厉害。X3 的推出呢，确实是目前市场上的360王者。好的，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欢迎留言询问我哦，我都会一一回答给各位。那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欢迎分享出去，也按个赞或者是订个阅。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 Enzo，谢谢各位，拜拜。